县江阳乡新觉村10组发现一具女尸，上穿 BMG 牌黑色羽绒服，下穿黑色牛仔裤，脚穿 ABC 牌黑色长筒靴。请广大人民群众注意发现，如有线索，请及时与达县公安局联系，联系人张洪波，电话139。2009年3月3日，一则警方向市民征集破案线索的报道出现在了四川省达州市的各大媒体上。抛尸杀人，只要找到尸源，我们破案就走了一半，呢，甚至可能走得更近。2009年3月1日一大早，家住在达县江阳乡的朱老太太，在送小孙子去乡里医院的途中，突然发现公路边斜坡下面的垃圾堆里有一个奇怪的东西。现在那就那个看起进去那塑料人一种就是那个2个脚呀，像这样跪着起的。朱老太太走近一看，发现垃圾堆里躺着的并不是她经常在服装店里看到的塑料模特，而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尸体。我说是个人呐，那个手啊就像弄个组织起，就像弄个组织起，就像那个组织捞起的，就是那个组织起，2个脚是跪着的。是那个鱼是倒的那个公路那个抗边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衣服是上卷的。现场勘查显示，被害女孩的年龄在20岁上下，身高大约1.56米左右。比较年轻，从她的外表看，人还是比较漂亮。现场勘查中，刑侦大队大队长张洪波还发现，被害女孩的上衣被人为的翻卷着胸部，下身的牛仔裤也有被拉开的痕迹。内裤有移动、有翻动，这种好像应该给人的感觉有一种性侵犯，给人的初步印象有个性侵犯的行为。在对尸体的进一步检查中，技术室主任张波也有了新的发现，确定了他是机械性窒息死亡。被害女孩的脖子上缠绕着一根红色的布条，张波推断，被害人很有可能是被人用红色的布条勒死，而后拖到了公路边的这个垃圾堆里。给人我们感觉就是，犯罪嫌疑人是急于将这个尸体抛离他长期活动的范围之外。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他就是应该是把那个尸体很草率地丢下。综合现场的所有信息，达县公安局副局长丁禄全判断，确定是一起凶杀案件。这是一起典型的杀人抛尸案，凶手应该是用车辆将被害女孩搬运到抛尸现场的。公路上面去勘查有很大的难度，它不是一种静止的，它是一种车次的运动。案发地所在的这条公路是由达州通往万州的202国道，每天来往的车流量成千上万。更为不利的是，2月28日，也就是发现尸体的前一天，达州市突然下起了大雨。是下雨天，你像在路边，鞋印指纹那些这样的痕迹物证，就很难被发现。据抛尸地附近村庄的居民反映，2月28日这一天，由于突降大雨，他们没有人到过村口倒垃圾，也就没有人看到过女孩的尸体，更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员和车辆。
抛尸杀人案件有一个特点，远抛近埋，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么抛尸案件的关键就是找到尸源，我们要确定尸源才能，要找到最后跟死者接触过的人，跟死者最后接触过的人，才可能是了解他的人，也可能是犯罪嫌疑人。黑色长筒靴，广大人民群众注意发现，如有线索。为了尽快确定被害女孩的身份，专案组决定借助当地媒体，并且在达州市的各县区张贴协查通报，通过女孩的体貌特征，向市民征集破案线索。到处走都找不到人的这个方法。所以就是我们2009年3月6日，也就是发现被害女孩尸体的第5天，专案组迎来了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称自己的女儿失踪好几天了，而且女儿的体貌特征与被害女孩极为相似。他能很准确地说出他的女儿的胎记以及他女儿的脸上的一些雀斑这样一些特征。为了确定被害女孩的身份，法医对被害女孩和中年夫妇的 DNA 进行了检测。检测的结果证实，被害女孩的 DNA 样本与中年夫妇的 DNA 样本完全一致。非常兴奋。按照我们多年的经验和习惯，像无名尸体案、抛尸案件这种，找到了尸源，找到了死者的身份，案件就成功了一大半。中年夫妇的女儿名叫何丽，现年21岁，家住在达州市通川区西外镇。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平时主要靠父母资助生活。出彩这个可能性小，因为这一点我们当时专案组就大胆的把它排除了，也就是放在情仇这2个方面。何丽的母亲说，他们一家为人老实，从未与人结过怨，女儿因仇招来杀身之祸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谁有可能杀死女儿？他的心里有一个怀疑对象。跟我反映的情况就是说，他在那个08年年底的时候，跟一个男子吧叫魏小华，他们已经办了结婚证，只是没有像农村那样办酒。何丽的母亲怀疑的这个人名叫魏小华，现年23岁，达州市某建筑公司工人。何丽的父母说，何丽与魏小华经熟人介绍认识1个月后就办理了结婚证，而且2人原定于2009年春节举办婚礼。然而，就在婚礼的前1周，何丽突然向魏小华提出了离婚。可能就是双方家庭的原因，一些因素啊，导致就是说他们2个闹矛盾呢就提出分手。这个魏小华呢，就是说数次就是魏小华就是不愿意离婚，就是找到那个何丽，就是说不同意离婚，然后何丽就是说这个死者呢坚决要求离婚。据何丽的母亲反映，离婚是何丽坚决要求的，但是魏小华不仅不同意离婚，而且还多次威胁何丽。魏小华就说，如果要离婚，就必须把他在他们耍朋友期间花去的费用必须要付给，如果不付的话，他就要将何丽杀死。这时，何丽尸体的进一步检验结果似乎也证实着熟人作案的可能性。他的那个前期的应该说性侵害是比较和平的，没有暴力的行为，所以说我们判断就是说，应该前面他们之间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和平的一个，就是这一种正常的吧，就是正常的一个，就是亲密行为吧。专案组推断，何丽与凶手之间很有可能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而且何丽在遇害前与凶手还有过亲密的接触。魏小华啊，当时他有作案的动机，对吧？也有作案的条件，都符合，他也是熟人。据何丽母亲讲，就在不久前，何丽与魏小华因离婚的问题又大吵了一架，魏小华离家出走了。结合我们分析的熟人作案，就是说认为她的丈夫魏小华有非常大的作案嫌疑。经过多方的查找，在侦查员不懈的努力下，何丽的丈夫魏小华终于被警方找到。魏小华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慌乱，就是说神情很慌乱，很紧张，所以说这当时就是说给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感觉就是说魏小华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我一直认得这么老的嘞。何丽，你们是好久认识的？面对侦查员的询问，魏小华说，2009年1月，何丽与他因为结婚买房子的事情产生了矛盾，随后向他提出了离婚，而魏小华一直不愿意离婚。就在半个月前，何丽为此又与他大吵了一架，他就离家出走了。之后，他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何丽。初步侦查，死者丈夫疑点重重。刚好送他那个朱某某上了火车，走了就不见了。一波未平，一波再起，死者前任男友进入警方视线。拿他的话说，就是有很多男朋友，这一点他是不能容忍的。凶残杀戮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致命的邂逅，天网栏目正在播出。魏小华向侦查员反映，他与何丽闪电结婚不久，就发现何丽性格开朗，朋友圈子也比较广。一个电话也打几十分钟啊，这样的跟人家聊天。而且让魏小华伤心的是，随着二人的深入交往，何丽对于他们俩的这桩婚姻越来越不满意。就她丈夫给我们介绍说，这个她想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她对她现在的老公不满意，她需要花钱。魏小华说，他只是一名建筑工人，微薄的收入远远不能满足何丽的需要。两人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而且不久前他还发现一件让他绝望的事情。他也知道他这个那个妻子在外面有男朋友，什么都不知道，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魏小华说，尽管他对何丽有很多不满，但他绝对没杀何丽。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侦查员就魏小华近期的行踪展开了调查。不是27号晚上失踪的吗？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魏小华27号上午就跟他的一个那个工友吧，就到我们达县的一个乡去跟人家就是修建房屋干活去了。从时间上看，魏小华似乎不存在作案的可能，但是魏小华反映，何丽在与他领取结婚证之后还有交往的男朋友，这个情况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据何丽的母亲反映，何丽在与魏小华认识之前确实有个男朋友，名叫朱春，现在北京打工，两人曾经很要好。但是不知为什么，半年前朱春突然向何丽提出了分手。姓朱这个北京打工回来，每年好像都应该回来，回来的时候就要跟他联系，之间应该还是有一些感情，然后他们回来就在一起交往。何丽的母亲还说，
远在北京打工的朱春，在何丽遇害前几天回到了达州市，而且2月27日，何丽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时候称，要去见的这个人正是朱春。刚好送他那个朱某某上了火车，走了就不见了。朱春离开达州的这天是2月27日，而何丽正是在送朱春回北京的当天遇害的。他应该有作案的时间，因为他跟他两个有接触，案发前26、27都在一起。也许他之间有什么矛盾，他们之间知道有什么突然的直接的矛盾会杀他。我们这一次把它做好了不？副局长丁禄全决定派侦查员立刻赶赴北京，对朱春展开调查。就是说我们当时分析会不会就是说他没有走，没有上火车，因为他就是那个死者吧，是被害以前就是说最后在一起的熟人，因为这个死者就是送他究竟他走没走，这个需要我们去调查核实。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侦查员很快找到了朱春。朱春说，2月27日，何丽将他送上火车后，就再没有与他有过联系。经过排查，侦查员确认，朱春不具备作案的时间。但是朱春也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何丽这个女孩子外头耍朋友那方面，拿他的话说就是有很多男朋友，这一点他是不能容忍的。按照朱春的说法，除了朱春和魏小华，何丽还有其他男性朋友。刑侦大队长张洪波隐约感觉到，这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他既然这么复杂，那么他一起接触的异性朋友就有可能就是作案人。专案组决定围绕何丽生前的社会关系展开大范围的排查。这个死者在有几次聚会的时候，朋友的朋友偶然的遇见，留个电话，后面他都跟这个联系，所以这其实不止300人，可能朋友的朋友加起就是上500、600、700甚至1000人。进行逐一的审查，就是有没有作案条件，有没有作案时间。他身边的朋友，男性比女性多，也就异性朋友比同性朋友多。他所接触的那几个就是40多岁的中年人，他们的认识就是比较短暂，也就是说，你坐个车，坐他的车或者坐什么遇见了啊，然后就是聊几句天，然后就是后来就发展得很熟悉。他一会儿说他在茶楼上班，一会儿在哪里上班，就这样。很多朋友都发现他喜欢撒谎，比如，我给等你借点钱，我明天就还你。第二天时间又不多，然后他明天就不给你打电话，或者打电话过几天他又找你的时候又给你忘了又不知道，本身他又没钱。这些意外的排查结果，让办案多年的民警们都感觉到了一丝困惑：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哪里的环节有问题？是不是哪一个细节我没有注意到？熟人我们也排除了这么多了，都没有符合条件的，会不会就是说这个凶手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他？如果说这个凶手与何丽生前并不认识，那么又为何杀死何丽呢？这时，何丽的同学向专案组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说我时间可能还挺长的。
我就想明天过来嘛，因为我明天过生日。他叫小陈，与何丽曾经是小学同学。小陈回忆说，2月27日案发当晚，他曾接到过何丽打来的一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9点38，晚上的9点38，在我们中心广场这个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面打的。小陈说，何丽当时跟他在电话里约好10点钟来家里见面。然而让小陈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何丽一直没有赴约，而且何丽的手机已经停机，他一直无法联系到何丽。尸检结果证实，何丽的死亡时间应该是2月27日晚上的11点至28日凌晨1点钟左右。也就是说，何丽有可能是在中心广场打完电话后不久就遇害的。中心广场附近的监控录像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出何丽的身影。大队长张洪波推断，何丽离开中心广场后，很有可能遇到了一个人。肯定不会一个人了，他一个人那就是自杀了，是吗？对，今天是扎杀，肯定就是其他第二个人，第二个肯定是男人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找的这个人。那么2月27日夜里与何丽最后在一起的这个男人会是谁呢？凶案发生已经1个月了，案件的侦破工作依旧毫无进展。专案组决定围绕抛尸现场的勘查情况，重新梳理案情。从他当时来现场，那个衣服那个被翻动的这种迹象，裤子被翻动的内裤以及他的乳罩被翻动的迹象，应该在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狭小的能够完成。根据弃尸这一特点，专案组推断，凶手一定拥有交通工具。侦查员反复进行实验，确认何丽遇害的第一现场极有可能是在车内。你头把底下都那么的响，一下那么都扑起了，那么的一下都扑到那里了。最后确定货车不可能，只有那种小轿车，所以说他放下来才会形成左肩部、左臂和左腿的那种一个竖条的泥浆。那是个绷带吧？对嘛，那是嘎子用的那是。他们好像是我看到他们是缠的手，缠起嘎子要缠起。打啥的？在排查中，侦查员了解到，导致何丽死亡的红色布条，是当地习武者打击沙袋所使用的护手绷带。这个人应该是练武之人，或者说喜欢健身的人，身体应该比较健壮。案发是在2月27日的夜间，重案中队中队长张耀文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到以前我们的有的案子就是说，一些出租车夜班驾驶员，就是有个别的吧，就晚上喜欢就是说拿一些那个女孩子啊，就是开车拉到那些就是离城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啊，就是去玩了。专案组将排查的重点锁定在了具有练武习惯的出租汽车司机身上。与此同时，3月30日，警方再次通过达州市的各大媒体向市民发出征集破案线索的通告。从绷带啊，从这个何丽的照片呢，希望有没有看见过他的人给我们提供线索。悬赏通告发出去的2个月后，有一名达州市民向专案组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一个出租车司机符合我们这个案件的条件，他会开车，并且开的出租车，
又喜欢练功，自己又喜欢散打，家里面还有沙袋。群众反映的这名出租汽车司机名叫彭海华。专案组还了解到，2009年4月，做了6年驾驶员的彭海华突然辞职，在达州市内开了一家小饭馆。开了，跟老板辞职不干了，没有原因，自己开馆子去了。然后身边怎么这么巧？群众还反映，平时有练武习惯的彭海华，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根红色的绷带，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再没有人看到过那根红色绷带了。通过调查就发现呢，27号晚上，彭海华是在驾驶夜班出租车，应该是具备就是说有作案的时间，啊，也有作案的交通工具。然后我们就派出专门的素质较高的、特别高的秘密对他进行侦查，对他身边的人进行调查。在对彭海华的秘密调查中，侦查员还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发现那个彭海华的岳母使用了一部手机，跟我们反映的现场受害者失踪的手机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侦查员对彭海华岳母的手机进行了秘密取证，结果证实，彭海华岳母使用的手机正是何丽被害后丢失的那部手机。根据前期的判断和现在我们调查的情况，彭海华应该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他说我承认我自己做了坏事。我说你做了什么坏事？他说我杀了一个女孩子。审讯中，彭海华交代了自己杀人抛尸的经过，但是他称他与何丽之前并不认识，更不曾有过情感的纠纷。交代了过后，我们大家都有一些迷惑。2月17号晚上，也就是2月28日凌晨将以预致杀害，并将其尸体抛。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彭海华杀死了这个与自己素不相识的女孩呢？右转啊！据彭海华交代，2月27日晚11时左右，他开车经过达州市西外新区时，远远地看到一个女孩招手示意他停车。大概65岁左右吧。大概65岁左右。上车他就往叫兰花湖，我就往兰花湖上车。很快，彭海华将女孩拉到了指定地点。他说他没钱，我说你没钱，主要是车哟，10块钱打了啊，就过来他到南外工商局来的一个亲戚来的去借钱啊，我就把他拉过来，拉到南外去。拉南外哪个地方的？就是拉到3站路口的时候，他就来那里的时候，他就说好，我们去耍一下嘛。根据理解，他当时说还是啥子意思嘛？他耍嘛。当时应该说就是耍一下，就是那个，就像那个，亲亲啊，摸一摸呀，或者是。亲亲摸一摸噻。然后他说了过后说了过后我说我要的嘛，我耍一耍哟。你就耍一耍噻。然后我们就过去的那个就到新城花园。那地方就比较安静，比较偏僻。你后面去的？你后面去的？他是弄过去的。你跟我过去的？我跟弄过。哦，那会。他那一步高，一个给钱。
我说我高都没高，我啷个给他下？你就回答你说高都不高不跟他不干。并且一车份都没拿。并且没给他车票噻。我告一强一点了。然后他就吼嘛，他说我告一强点嘛噻。再然后呢？然后呢，当时的时候我说那个，然后他就声音越说越大。他声音越说越大。越说越大的时候，他就喊这个喊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我就那里。他就喊的时候。坐那个是那里哦，他那边坐起了，我就往前来。你怎么看呢？我就把那个绷带就拿嘛，加绷带靠两米子。放在驾驶室那个绷带，红色绷带，他因为平时有时候就放在车上了，然后就用来缠在那个女孩子那个脖子上，就是勒住她的脖子，不想让她叫。但是他这样勒住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就叫得更大声。他一见女孩子大声叫吧，他又怕人家知道，然后就使劲的勒她。健身的本来力量就比较大，这样不知不觉也就。怎么以后就没气了？然后他就想到把那个尸体，对吧，扔出去，城里面不敢扔，然后他就开着车跟那个我们的一个山上，跟他翻过去，翻到那个后来江阳那个抛尸的地点。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一次意外的邂逅，却发生了原本不该发生的血案。事实的真相可能随着何丽的死亡已经永远不能复原。但凶案却真实的发生了，一个年仅21岁的女孩失去了她鲜活的生命。因为本来那个事情是很小的一个小事情，给我2个孩子，以后也那个等于没得爸爸也在身边，以后等于永远也难过。还有就是他爸爸妈妈，因为像狐狸他爸爸妈妈少了他那个女儿，少了他那个女儿，他2个老人。以后日子也老了的时候没人照看他。经过半年的缜密侦查，这起困扰着达县警方的杀人抛尸案终于成功告破。然而，面对这个被解开的谜团，面对2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每个民警的心头并未感觉到一丝轻松。